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与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在台北会面，签署经贸合作意向书，两方将共同发展半导体、能源和电动汽车等关键产业。此行是阿伯特成为首位访台州长，也是2000年以来德克萨斯州首次在海外开设驻外办事处。接下来，新登堡研究公司指控阿达尼集团欺诈，导致其损失1530亿美元市值，但该公司只从中获利400万美元。这是新登堡与阿达尼集团之间18个月语言征战的摘要。让我们关注特斯拉 TSLA 股价持续上涨，受公司第二季度交付业绩超出分析师预期的推动，在短短5个交易日内，特斯拉股价飙升约 20%。此次上涨是因市场对即将于8月8日举行的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租车活动充满期待。让我们关注考虑投资英伟达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NVDA 时，需要了解以下风险：财务表现不佳、竞争加剧、新技术威胁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。接下来这条，股评人比较了英伟达、博通和墨西哥恰巴塔的股票拆分，建议投资博通，理由是其强劲的财务表现和增长潜力。接下来这条，随着人工智能采用步伐加速，全球科技公司格局重塑，微软超越苹果成为领头羊，英伟达势头强劲，市值近3年内增长3倍，排名第3。超微电脑凭借可定制的服务器解决方案，有望加入1万亿美元俱乐部。2024财年第3季度，超微电脑营收和每股收益分别增长 200% 和 308%， 未来将继续保持3位数增长。下面这条，Revolut 首席执行官将出售部分股份，价值5亿美元。该公司计划公开上市，但尚未确定时间表。让我们关注美国宇航局模拟火星任务小组经过1年多的地球火星实验后走出舱外，实验为期378天，旨在探索未来人类火星任务的可能性。该项目包括模拟太空行走、种植蔬菜以补充食物，以及应对资源有限、隔离和通讯延迟等挑战。下一条，美股受临近总统选举影响，投资者将难找到避险去处。欧洲经济增长乏力，通胀高企，中国投资大跌，消费者情绪低迷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。让我们关注新兴市场债券投资者认为，政治稳定性比货币政策更重要，他们偏爱财政稳健、进行改革的国家，如阿根廷、土耳其和埃及，而对财政赤字增加的国家，如墨西哥和巴西，持谨慎态度。下面这条，加州要求卡车电动化可能影响墨西哥运输商，因为跨境卡车多为旧款柴油车，改装电动车成本过高，小公司无力负担。下一条，美国股市不太可能在总统大选中出现大幅波动，因为缺乏替代投资选择。欧洲经济增长缓慢，通胀居高不下，中国投资下滑，消费者情绪低迷。最后一条，通胀数据和财报季拉开序幕，投资者拭目以待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国会听证会备受关注。6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就业增长放缓，投资者预期美联储9月可能降息。摩根大通、富国银行、花旗等公司将公布第2季度财报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